这次来讲讲如何通过一个插件把 AI 接入到 Obsidian 里面，打造真正的第二大脑。Obsidian 加大语言模型这对王炸组合，让你吃会的笔记学会思考。比如我现在在 Obsidian 里问 GPT 一个问题， GPT 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，并且还会以参考文献的形式附上我们的笔记，是不是很炸裂呢？其实还有更炸裂的，如果你有写日记或者是记录的习惯，那可以任意轻松调取你的记忆库。比如你可以问他最近哪一次去看的电影，他都能回答并调出你的日记。这是来自西言全中文网首发，先赞再看好习惯。不废话，我们开始。我是西言，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，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、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、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。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不迷路哦。如何和自己的笔记实现对话？先来讲一下底层原理吧。这个实现方法叫做 RAG， 在2020年左右开始受到广泛关注。它解决了 AI 在生成内容时可能出现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不足的问题。RAG 是一种将信息检索与生成式 AI 结合的技术。AI 根据用户提问，先从数据库中检索相关资料，然后基于这些资料生成更加准确并且符合上下文的回答。这里我们只不过是把数据库换成了 Obsidian 的笔记。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 AI 的回答质量，还减少了错误信息的产生，使得生成式 AI 在应用中更为可靠。如果你觉得概念太长，这里只用记住 RAG 的2个步骤就好：检索和生成。在检索方面，因为用到了文本向量化和向量数据库来理解和存储笔记，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实现语义检索。语义检索提供了更全面、更智能的搜索体验，大大提升了结果的相关性和准确度。对于传统的关键词检索来比，无疑是降维打击。特别是比如自己忘记了某关键词，或者是自己定义的别名，可以用语义这种相对模糊的搜索来找到相关内容。说了那么多，终于来到正题了。接下来就是万众期待、万众瞩目的 Obsidian 的 AI 进化教学了。前面演示中用到的是 OpenAI 的 GPT-4o 模型，需要联网调用 API， 并且还要氪金。这次我们先从 Ollama 安装免费的大语言模型，后面安装好再来讲讲如何切换到 GPT。 免费的大语言模型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完全本地部署，不过代价也就是3-4个 G。 那么我们安装教程正式开始。首先我们通过搜索来到 Ollama 的官网，这里大家选择自己的操作系统，下载 Ollama。下载好后，我们把 Ollama 这个 zip 文件解压缩，然后双击运行。打开 Ollama 之后，我们点击 Next， 然后再点击 Install。 这里我们需要打开控制台 Terminal， 粘贴、复制、执行这一段命令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。安装好之后，什么都不用按，退出 Terminal 即可。最后按 Finish 按钮，Ollama 的安装就完成了。安装好之后，我们打开自己的 Obsidian， 然后左下角设置按钮，我们找到第三方插件，这里我们选择浏览，输入 Second，这时我们就能找到插件 Smart Second Brain， 这里我们点击安装。这里我们安装完记得要点击启用按钮，
如果忘记点击的话，可能要跟我一样回到这个页面，来到这个页面的下方，在这里点开启用。这时我们发现左边我们第三方插件 Smart Second Bring 就安装好了。接着我们来到 Smart Second Bring 这个插件的设置页面，简单讲一些设置，顺便介绍一些可用的大模型。最上面的自启动、排除文件和文件夹，这些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设定即可。关键是下面关于大模型的设置。本地运行这边用的就是我们刚刚下载好的 Ollama， 右边这个通过第三方服务运行就是 OpenAI 的 GPT 了，需要设置 API 的 key。 接下来我们回到本地运行，这里面呢有2个设置需要理解：对话生成模型、嵌入模型。还记得我在前面解说 RAG 时需要记住检索和生成吗？嵌入模型对应的就是检索部分，可以把文本变成向量。对话生成模型对应的就是生成部分，就是 GPT、Llama 2这些。要注意这里 Llama 3.1 好像也能将文本向量化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在嵌入模型这里我们还是从这边2个里面选一个就好了。关于其他模型的使用，可以在 Ollama 的官方网站里面找。Ollama 就像一个开源大模型的宝库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开源的大模型 ，Meta 的 Llama 系列， Google 的 Gemma 2， 还有很多其他公司自己开发又开源的大模型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有2类模型，在模型名称下面有 Embedding 字样，属于嵌入模型，在设置的时候记得不要选错了。这里嵌入模型说要比 OpenAI 的 Text Embedding 3 Large 厉害，这里我们就选这个试试。接着回来我们的设置，最后高级设置这里涉及到了大模型的参数设定和向量数据库，因为细讲内容可能会变得很长，我会在后面重新开一篇新切篇里面详细讲一下，所以想要深入了解大语言模型或想用好 Obsidian 一定要关注哦。简单了解完插件设置的可选项之后，关闭设置页面，来到 Obsidian 的画面，可以从左边的聊天窗口按钮打开插件，或者是像我这样从命令面板启动插件。 macOS 系统的话，我们用 Command 加 P， Windows 的话 Ctrl 加 P， 这里关键词输入 Second 或者是 Smart， 反正应该是第一个搜索结果。打开聊天窗口，点开之后就来到这个插件的 UI 界面。我们其实已经根据这里的提示提前完成好了前2步，这里我们直接点击第3步测试，测试显示没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第4步，这时又需要打开终端 macOS 的话 Terminal， 然后在这块黑屏里粘贴复制执行刚刚的代码。这里其实退出来就好了，我以为没反应，又执行了一次。接下来第6步测试也没有问题，然后是安装嵌入模型，我们输入我们刚才在插件里生成的模型名，安装。点击最下面的按钮，最后是安装 LLM 大语言模型，我们就采取中规中矩的 Llama 2模型。这里看到模型的大小是 3.56G。 模型安装完了，点击运行文本向量化和向量化数据库的生成，就是这里所隐藏过的黑箱操作。这样我们的 Obsidian AI 就构建完成了。这里要补充一下， Llama 2在输出端仅支持英语、德语和法语，但你要问它问题还是可以用中文的，但它的中文处理能力肯定没有那么好就是了。
还有这里有2个参数，创意和相似度，对应大语言模型里的哪个参数，会在后面的进阶篇中讲到。现在讲点最基础的，比如这里有2种对话模式，你可以选择与 LLM 对话，或者是与自己的笔记对话。这里通过点击下方的小章鱼，就可以自由自在切换这2种模式了。在 LLM 对话模式下，可以简单问他能做什么。这其实也是本地部署大模型的一个方案。在笔记对话模式下，我们看看 Llama 2的表现。第一个，用英文问的问题。感觉生成的答案还不错，就是引用的笔记有点怪，所以在检索方面不是很理想。后面用中文问的第一个问题，问他要出处，他是不会引用笔记的。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问他出处，因为你不问他出处的话，他有可能就会胡说八道，一本正经的那种。中文问的第2个问题，要求他给出引用笔记，结果他就挂机了。其实戏言这边电脑动静很大，感觉 CPU 马上要转到飞起来了，最后索性等了半天，结果还是能跑出来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看 GPT-4o 的表现。第一次使用 GPT 的话，需要回到插件的设置页面，设置 OpenAI 的 API Key。这个也需要教程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这里戏言就先跳过去了。对话生成模型设置成 GPT-4o， 嵌入模型用默认就可以。接下来就是 OpenAI 的嵌入模型，重新将所有文本向量化。索引仓库生成后，我们来看看 GPT-4o 的表现。这里也问了同样的问题，没要求给出引用笔记，也能自动给出引用出处，实在是非常 RAG。 给出引用笔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通过点击进入这篇关联笔记。在 Llama 模型给出出处的时候也同样适用，但是这里点击的话会直接覆盖这个页面，所以要重新打开插件。下次在前往引用页面前，最好利用 Obsidian 的锁定功能，可以锁定这个页面。最后再问几个问题，看看 GPT 有多好用。结论就是，如果追求回答的精度，那么 GPT 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如果你对检索的精度要求很高，那么你也可以试一试 OpenAI 的最新嵌入模型 Text Embedding 3 Large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非常谢谢你能看到这里，点赞关注，进阶篇马上安排上，我是夕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